大家好，欢迎来到早新闻啊！我是一休。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开始开辟新的一个就是新闻，就是一些查看一下它这个新闻的最新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和这个社会的一些热点啊之类的。我们先尝试的先做一下，看这个视频看怎么样啊？因为属实做的好像很差劲啊，基本上没什么流量感觉啊，说的好像也是没什么动力啊。反正我们也不断的尝试吧，更改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就开始看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事情。这个新闻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要是看那个腾讯啊，腾讯新闻里面他有讲，他就说，他新闻标题就是说，真敢说39岁这个张雪创业13年，重庆从没有支持我过，一个子鹅都没有，这个好像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当于就是说社会的就是讨论吧。他这个新闻主要讲的是什么呢？看这个新闻就感觉好像有点这个感觉好像就有点很冲突的感觉啊，是吧？我们看他就讲这主要是讲一个什么事呢？就讲近日，这个叫做这个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葡萄牙站实现了2连冠，成为了中国首个登顶国际大排量摩托赛事的制造商。而夺冠之后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这个大实话引起了争议啊。就是刚才那个标题所讲的，创业13年，重庆从没有支持过我，一个子鹅都没有啊，这个引起很大的一个热议啊。张雪何许人呢？就像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啊，张飞啊，关羽啊，刘备啊，是吧？出场的时候都会给你来一个，都会来一个这个，尤其是刘备啊，刚出来啊，就会讲一下自己的出处啊，强调一下自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汉室宗亲啊，就是汉室的这个后人，强调一下自己，把自己的身份给抬高一下。你不出名那没关系，一出名了之后就要去寻根啊，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张雪是什么人？他就是说湖南怀化人，湖南怀化的，这也是在2013年揣着2万元的创业。2013年2万元其实没多少，很少啊，2万元这个算少。然后先后创立了叫做凯越和张雪机车，他这个应该相当于是开一个，比如说开一个这个什么店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开个摩托车店说不准啊，也不是说搞什么机车啊什么，估计刚开始我怀疑是不是开了个摩托车店，然后就后面做着做着看这个摩托车店可能不好经营啊，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反正自己平时开的技术比较溜或者干嘛，说不准他就就开始就是说要去学别人做这个机车了。他最终带领的车队成为了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2连冠，张雪一战封神。很多媒体记者追着他采访，有记者提问
作为一个外地人来重庆创业，那么你在创业过程中，咱们重庆给你了哪些政策、产业链或者是人才方面的支持？政策这个大家可想而知啊，比如说是不是给地呀、给地盘啊，或者说给这个税收、税务上面的一些减免啊等等啊，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嘛。那产业链呢？产业链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这10几20年来这个中国发展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就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这个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不一定能够达得到，没那么完善的产业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摩托车的，你看的是一个摩托车，上面是不是要有很多配件啊？你配件的话，各个环节，各个零件的话，你不可能一家给你生产出来。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组装过程中，车子组装好，中间各个零件，它是由不同的小厂，给你分担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产业链比较全的话，你组装车子是不是就容易一点？而不会说是，比如说你这边拉个凳。你这边拉个凳子，就是拉一个那个座椅，要到这个广东，那你等一下去拉个轮胎，是吧？又要到湖南，等你再去拉一个那个车把手，又要到江西，那你根本这个没法弄是不是？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在你这个核心厂、组装厂的这个周边。建立很多小厂，生产这些零配件啊等等，还有一个人才方面支持，那你边上是不是要有一些高校，给你培养这个相关的人才出来？人是最大的，别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是你这个人才也是一个，就相当于是直接操盘手啊，没有人，你科技再厉害，没有人，怎么会有没有马斯克怎么？会有这个航天，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可以回收的是吧？火箭回收有这种想法吗？或者说原来说是要登火星，现在好像是改成登月球了，估计火星的难度太大了，先登月球先试验一下。我们再看啊，再言归正传，再看回来啊，就刚才记者追问了，说是否对政府对你这个有政策啊、产业链啊、人才方面的支持。那张雪他是怎么回答？他是直言不讳的说：“我说真的还是要说假的？说真的，没有一个子额都没有啊，这是说真的。”记者又问：“20年前那个纪录片，你追着记者？”追着记者，意思就是20年前他可能要去找赞助啊，或干嘛去追记者，就是说，找这个记者问，20年前记者可能估计不搭理他吧，是吧？没名气。现在他出名了，得到世界冠军呢，所以说他现在就很多记者追着你这个有什么感受啊？张雪说道：“说实话，如果你们不是关系户。”你们今天进不来，这说明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啊。那意思就是说，反过来意思就是说，他可能20年前或者是10几年前，他可能不是关系户，知道吧？他不是关系户，所以说他找那个记者可能找不到，他现在就相当于是防御反过来说吧，对不对？我其实不想接受这个采访的。说场面话，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让我说啥我就说啥吧，这也是一个很无奈哈，是吧？可以看他这个口气，他也说得很无奈。我们重点看底下的评论啊，看评论才有意思啊。你看
这个评论点赞最高的这个是1106个点赞。他怎么说？他说创业的规模小，可能根本没有进入政府扶持的视线，政府资源往往是倾向于大企业、知名的项目。再就是搞的是摩托赛车，这在国内非常小众，政策制定者压根不了解，也不认为它有发展前景。从这一点上讲出了好几个事情，从这点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创业规模小，是啊，你这个刚起步的话，别人这个是比如说一个新兴的产业，就以前建这个电动车，你刚启动的话，你刚出来的话，谁知道能压得重宝啊，是吧？就像你这个马云刚起来，到处找投资，能找到吗？找不到哈，后面还是去找到那个软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好像是就是日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团嘛，他什么软银给他投了5000万哈，所以说后面他有这个起步资金才慢慢发展起来，接下去出名了之后呢，当然了，国内的很多这个资本啊是吧，就入驻啊等等，但是他在起步的时候是别人压不中宝啊，那么多他怎么能压得住？那这个张雪一样的，他在创业规模他也很小啊，他根本就是没有说进入到政府扶持的这个视线，政府倾向于这个大企业啊，还有这个知名的项目。我们大企业这个东西我也不太熟悉，我也没做过企业，我不太懂。但是知名项目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很了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是不是有发现有一个，就是说大球玩不动，小球玩得很溜，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这个被别人最诟病的这个像这个足球是吧？哎，它是多人项目，10几个人他玩不动，是不是？还有这个篮球还好，出了一个姚明哈，然后后面是易建联，那这个有领军人物，那是另当别论，他后面可能是吧，就底子在那个地方还行啊。那像这个足球他就玩不动了是吧？大球之类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大球呢？你不要说像这个叫做橄榄球，是吧？在国外非常火的，什么超级碗啊，对不对？这个中国也基本上没有吧？那像乒乓球这个小球就玩得很溜了是吧？羽毛球、乒乓球这个都是灵丹，是不是？乒乓球就更不要说了，国球啊，每次都是拉的 biang biang 声是吧？非常牛。那这个他这个所以说他就找项目，他为什么会找这个？是用这种的，也是用这种想法吧？哎呀，我的流量看起来这个要用多少流量你知道？我给他改一下。所以说这也是最基础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张雪他造这个机车刚起步的时候，他这个可能也是小众啊，玩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就是政府他当时也没有说想着说他这个也没有压根没想到他发展了十几年之后能够在世界上拉出名气。如果说他知道这个项目会引起这么轰动，或者说能拿到奖牌的话，肯定一开始就投资了。然后我们看这底下人家评论啊，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评论之后，有人就讲了，清风拂他就讲了，清风拂柳说，你看到的是宏观，但是社会上有无数的小规模企业堆积起来的，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做到大。我刚才讲的这个马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不是他肯定没人投资是吧？也是太小了。小企业如果不被那些这个虾兵蟹将干扰已经很不错了，更谈不上支持，更谈不上有人然后这个赵大他就说了，说的对，企业只要有公平公正的氛围就不错，政策资金扶持都是跟着项目走也是要找到好的项目啊，别人觉得你这个有投资价值，他才会给你扶持另外一个用户就说了，重庆哪个摩托厂需要扶持？这么多厂，扶持哪个厂？
你又没有影响力，谁支持你？所以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自己没做起来，肯定别人看不上，是吧？对头，我大重庆摩托厂太多了。然后勒扯沃说，浙江国资知道，重庆不知道，外地人根本不知道，这作何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可能是浙江那边投资的，可能浙江人他眼光不一样嘛，他重庆本地的有个企业，他没有发现啊，这就说明这个浙江国资还是有眼光的。那这个重庆国资，这个可能后知后觉啊，这个敢说大实话，是啊。重庆的重庆的这个叫做中庆早中庆另外一个人可能重庆的中庆在2002年就拿到了世界摩托车赛总冠军。由于当时没有这么多自媒体，2002年那有那么早吗？这我们不知道以前的当然了，你这个新闻自媒体或者是这个。以前都是纸质媒体是吧？传播力肯定会差点，不可能像现在这个随便人都是做自媒体，随便拿一部手机或干嘛一传播一下，就传播很广，所以很少人了解到。记住，张雪的成功虽然有这么多年的辛勤的坚守，可以说在这个发达的，我看一下啊，没有多少，差不多7分钟了，还早在这个发达的资讯自媒体时代，真的是赶上了，生得很死，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上了。话说回来，如果说2002年中生讲错了中生有这种使命责任感的大企业，解决了好多民生就业的问题，这么多工人就代表了多少个家庭，还有这个税收方面，救灾援助，重庆山火救灾，不单出钱还出人，只要企业正能量，为国家贡献，做了贡献，都是好企业，各有各的道。说政策给资金扶持的网友，希望去发改委这个叫什么？发改委和经信委了解一下情况，国家的补贴扶持政策都是有行业要求的。所以说他不是说所有企业都给你扶持，还是有要求你这个小的企业更是基本上可能不入法眼了。的确，政府值得反思，人家本来就是一直没想提，记者就非要问，说实话了又不高兴。浙江国资知道，重庆国资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学习一样，这里面有优劣是吧？你每一个你政府部门里面也是一样，肯定也有水平高低有些可能人他这个就资讯比较厉害是吧？渠道比较多，这个很好理解，而不是说别人浙江国资这个也就知道了，你这个重庆本地企业出了这么牛的一个企业你不知道，不能这样去讲是吧？就像你同学，有些人学习他就有一些天生性的，他随便看2眼就能背住的。像有些花了多少的力气或干嘛，他不一定能够读得下来是吧？不一定能读得下来，这个很好理解，这不是一个重点。我们再看其他，重庆摩托厂可是杭州，重庆摩托厂很多，可是这个，直播规范。这个又违了什么规的也不知道。重庆摩托厂可能是这个杭州禁摩偏偏能出的一个市值257亿春风摩托。我们也想像张雪汽车这样的企业，哪怕是李雪、马雪，只要有点价值都可以扶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浙江他支持的这个张雪的原因。现在公司是个空调行业还是小喽啰，10几个公司照样扶持，真的不应该因为多就不扶持，不去发掘。是，这个企业不在于多，而在于你要去发掘是吧？有些值得有些
有些有培养的，这要靠自己的那个什么眼光是吧？而不能说你做这个的太多了，你就不去扶持这个产业了，这个可能也不对哈。可能这产业里面有人也能玩出花来哈，也能到时候就像这个张雪一样，他是不是也给国家争夺了这个名誉啊，是吧？小企业能活下来实属不易啊，能不三天两头查就算最大的支持。你在重庆待过吗？重庆的办事效率很高的，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靠政府扶持的企业就不应该扶持，你又不懂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客户讲的，下一个那个观众讲的，看了最近的新闻，因为张雪说了实话，这个重庆的虾兵蟹将又在整事的，大家去关注一下，丢面子了嘛，是吧？别人讲这个浙江的这个更牛皮，浙江国资更牛皮，估计丢面子了。浙江小微企业利好扶持太多了哈，扶持政策太多，基本注册之后满1年就能够有这个贷款免息政策，还有各种税收减免。那说白了，是不是去浙江那边开个企业的话，这个更有利哈？那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现在重庆最好不要去摘这个胜利的果实，办事效率高不应该是政府的本职工作吗？好好生活，好好上班。另外一个观众讲的，什么资源都没有，谁会支持你？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只能靠自己。没有给你取缔和就烧高香了。看看有些有名的、有姓的大中型企业，哪个背后没有一点背景啊？就是啊，你那么幸运出名了，还有多少没出名的呢？没出名的估计他就没法支持了，是吧？所以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融资是有人引荐，他以前也在浙江干过，他的师傅可能就是说张雪的师傅牙哥是浙江的，到重庆创业看中的是重庆相关的产业链，但是刚到重庆人生地不熟，难道就去找重庆国资委吗？你这么说，阿里巴巴当年浙江国资为什么不投，要去找日本软银？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吧？你这个小企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它不一定，有些可能没入法眼啊，不可能那么快就支持你，肯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是吧？干过生意都知道，拉投资要人脉。他这个张雪的师傅牙哥当年在浙江圈子是很有影响力，引荐浙江国资投资，出到重庆认识不少人，注册个公司就来投，很多企业哪里那么多企业怎么投得过来？我不认同张雪的话，他为什么为什么要来重庆？因为重庆的摩托最完整的产业集群，搞个零件，骑一辆单车10分钟就能到了。如果重庆政府没有给予张雪扶持，就凭重庆的摩托产业规模，也间接支持了张雪。每个地区的拳头产品，当地每个地方，因为你的眼光有局限性啊，不是觉得很好笑吗？间接支持，那间接支持是话也讲回来啊，你如果说现在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是把这个产业链建起来了，所以说对他是支持的，那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怎么说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人多了是吧？所以大家有饭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多了嘛，大家都种田了，那你要感谢一下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人多了呢，这不能这样讲，然后把这个产业链建起来了，然后所以就造成你这个企业，就相当于是扶持的。我觉得这个没有直接的关联啊，是不是这样讲？那万一他不扶持，他不弄这个，他觉得他这个摩托产业不是一个发展方向呢？这个属实，哎呀，讲这属实不好讲，这怎么讲？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大家看看谁觉得更有道理啊？我们再看啊，这个人讲的有个搞笑，女娲补天有份，创造了人，中国也算提供了
新中国也算提供了华夏土地，特朗普也有份，没有执意破坏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地，而是制造了军事。你也支持，在消费、营销、流通，促进了贸易，全国网友都已支持，给予了这个舆论的关注和注意力和关注。哈哈哈，这个人讲的很有意思啊，这个讲的非常好，这个讲的非常好。就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个人前面这个人讲的这句话，看他是怎么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句讲的，大家领悟一下，他后面这句话讲的是不是对刚才前面那个人讲的很驳斥很大？前面这个人讲的就是叫做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叫做常威打来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认同张雪的话，张雪前面说了什么话？意思就是讲说重庆对他没有一个子的支持啊，他原话是这样。那这个常威打来福他说我不认同张雪的话，他为什么来重庆？因为重庆有摩托最完整的产业集群，搞个零件，骑辆单车10分钟就能够把你这个零件给送到了。如果重庆政府没有给予这个没有，断了吗？好像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看，哎呀，这个断断续续太多了，怎么这么不稳定啊？很不稳啊，这个哈。如果重庆政府它没有张雪扶持的话，就凭它那个重庆的这个产业规模，也间接支持了张雪。每个地方都有拳头产品，当地政府是花了大力气的，意思就是说，当地政府建造了这个产业链哈。那你来到重庆，张雪你来到重庆这个发展，是不是就看中了本地的产业链？那无形中是不是说政府因为他在发力气建了产业链，所以说他间接支持了你啊，这个常威打来福是这样讲的。那我们来看了一下，有个人他对这个常威打来福的这个评论啊，我觉得他这回答的很经典啊。我刚才还在想着说，是吧？间接支持也算支持，是没有错啊。那我们看这个讲的这个点点点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复这个常威打来福？他说女娲补天有份，他创造了人。新中国也算，他提供了华夏土地，特朗普也有份，他没有执意去破坏这个土地，制造了军事事件。然后就说你常威打来福，你也支持，在消费、营销、流通环节促进了贸易。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吃喝拉撒是不是？那所以说你就促进了这个贸易了。那全国人民当然也支持，为什么也支持呢？因为给予了这个注意力，这个舆论的注意力的关注啊。那你说这个人都算支持吗？是吧？这个，所以说他这个间接支持也就算了哈，这个算不上一个支持啊，是吧？那这个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说你想这个支持，那谁都算是在支持，这个怎么算是吧？就不算实际中的那种，比如说给钱，给减免税收，是吧？或者说给你引进人才，这种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支持。我们再看啊，人家说的对，也没有扶持，而是产业链是重庆自己发展的特色，只是吸引了相关的人员来这里发展，总不能说发展出名了就受到这个扶持了吧？那些这个产业的失败，因为打压吗？全国不是只有重庆发展这个摩托产业链，珠三角不是比重庆更好？确实没法跟重庆比。麻烦先再了解一下国内的占比和出口量最大谁，再来讨论这个话题。你不懂得供应链，所有工厂选址一定要面向客户和政府政策的。你说的问题是物流问题，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规模起来，二级配套自己的想办法建厂或者是仓库对应。张雪说没有政策扶持，那大概率是考虑客户。
物流也是供应链的一个环节，政府不修桥造路，哪里来的供应链的畅通啊？修桥铺路都是亏本的，也是政府先期投入，反哺地区所有的人群和单位，间接所有的人群和单位，或者是或多或少享受了红利。那么，为什么张雪选择来重庆呢？肯定重庆比这个珠三角更有优势。其他不说啊，摩托大赛主办效率最高，认可度最高。重庆推广也是对摩托产业的宏观支持，所以只能说重庆区域适合摩托产业的发展，但对于个体公司没有相关政策。所以说张雪说的没错，是没有给予支持，说的对。物流发达也靠政府扶持，也是政策的一部分。只能说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竞争，这种优质企业本身也会选择最优的，挺正常的。同类公司那么多，哪一个都能照顾得来。当初上海不也把这个阿里给漏了吗？看来这个阿里可能最开始去找的是上海啊。说了小众这个词，就不得不说张雪从小的愿望和现在战略有关，都有独到的。而这个川崎还有这个雅马哈，这个应该是日本的那个摩托，已经发展了这个领域发展了很多年。今天的中国才出了一个张雪，还有这个钱江豪爵啊，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也很多啊，钱江豪爵，还有这个终身都在吃老本，止步不前。地方政府往往只会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的，说明地方政府对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不够重视，没有太多的政策扶持。地方政府应该改变政策导向，在寻求大企业落地的同时，也要对于潜力的小微企业创造。去把这个门关一下，不然这声音很吵，不要说产生这个是吧？也去对这个潜力和小微初创企业加大了这个扶持力度，做好孵化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知名企业诞生。在一些城市小企业只是发展壮大，而这个地方呢，一些职能部门，过时过节都不过来拿药，已经烧高香了，还指望扶持你想多了哈。问题是政府没有伯乐这样人才，懂了吗？这个我们不敢认同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是不是浙江的那个国资为什么就来比这个重庆国资要更早的发现这个并进行了这个支持的，是吧？那就说明这个还是要看不同的企业吧。韩，你到外面去，你不要打扰我好不好？把门关下。韩出状元，但是状元只有一个哈，即使扶也不一定扶个过来哈。今天参与直播，同时避免未成年资料。还有这个讲法。韩出状元，但是状元只有一个，即使扶也扶不过来，主要还是风险太高，谁敢担责？这个讲的很对啊，你一个扶持就相当于也有一定的绑定了，所以说也不是说不光说你没有出名气啊，你出了名气他会扶持，是吧？而且他这个另外一个还有承担一定的风险，你投了钱，是吧？你投了钱呢，能不能成，或者说会不会对这个产生负面作用，他也要担这个风险啊，不是所有的都能站台的。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可这些企业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发展大企业再来锦上添花。